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小青，今天给大家带来复古年华系列6韵拼花套头背心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“趣之社”进入查看。背心分为身体、前胸片、后胸片、领边、袖边和下摆。这里身体及胸片都是由一个个花片拼接而成，先钩织并拼接对应的花片，完成后再挑对应区域钩织领边、袖边和下摆。首先钩织并拼接身体的花片，这里有多种花片形状和纹理，为了方便讲解，我按照从下往上、从左到右的顺序依次进行讲解与演示。这里身体处的花片都是成圈，第一圈是一种花片，第二圈和第三圈增加了新的花片纹理。为了方便讲解，我将第一圈的花片称为花片1，第二圈的花片为花片2，第三圈为花片3。先来钩织第一圈花片的花片1，这里只有第一个花片1为完整钩织，后面剩余的花片在最外圈时需要边钩边连。首先钩织第一个花片1，采用锁针环形起针、逆时针环转向外绕圈钩织，用到的针法有锁针、长针、长针正拉针、长长针、中长针、短针和紧拔针。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这款产品有2种线材，一种为纯色线，一种是断染线。这里使用断染线钩织时，起始的颜色段不同，钩出的效果也会不同。往后我随机使用一种颜色进行演示，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针的型号可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首先来起针，右手拿起线头，将线头在左手小拇指上绕一圈，从中指与食指之间穿过，接着用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头，右手拿起钩针，放在线的下方，逆时针绕一圈，左手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圈交叉的位置，把钩针放在线的左侧，绕线，将线钩出。起针的这个结不算一针，稍微拉紧。下面开始钩锁针，绕线，将线钩出。一个锁针就完成了。这样的一个辫子表示一针。继续钩锁针，绕线，将线钩出。这是第2针，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钩3针锁针。1针、2针、3针，加上开始2针，这里一共钩了5针。往下需要将锁针圈起来，这里锁针正面是 V 形状的辫子，将辫子对着自己，然后挑第一个锁针的辫子上方的一根线，钩一针拧拔针，绕线，将线钩出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完成拧拔针。这里拧拔针不算一针，稍微拉紧。
这样起针就完成了。开始钩第一圈，先立3针锁针作为长针的起立针，绕线将线钩出，1、2、3，这3针算作一针长针，然后钩一针长针，钩针绕一次线，穿入起针的中心大洞。这里可以边钩边藏起针的线头，将其放于钩针的上方，然后绕线将线钩出。这时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，还剩2个线圈，再绕线一次穿过，一针长针就完成了。右上方的辫子是其针目，一个针目表示一针。接着再钩一针长针，绕线穿入，注意藏线，绕线将线钩出。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，重复2次，1次、2次，完成长针，加上起立针，现在一共钩好了3针。这一圈一共需要在起针的洞眼里钩12针长针，继续钩完剩下的长针。4、5、6、11、12，大家再核对一下针数。完成后，在起立针位置拧拔连接，找到起立针的第3个锁针，从下往上数，就是这一针，挑这个锁针的2根线，入针钩拧拔针，绕线将线钩出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完成拧拔针。同样，拧拔针不算一针，需要拉紧，以免后面多针。此时第一圈就钩好了，起针多出来的线头可以剪掉。往下钩第2圈，先往左调起立针与长针之间的缝隙，钩拧拔针带线，这里拧拔针不需要拉紧，图解用椭圆形的点表示。接着立3针锁针起立，同样这3针算作一针长针，
往下挑相邻长针位置，钩织长针正拉针，钩针绕一次线，在前方从长针的右侧缝隙穿入，左侧缝隙穿出，向前挑起了长针，然后绕线，将线勾出。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绕线依次穿过前2个线圈，重复2次，1次、2次，完成长针正拉针。这里针法的高度与旁边起立针差不多。往下继续挑相邻长针之间的缝隙，钩一针长针，然后挑左侧相邻的长针，钩织长针正拉针，绕线，在正面从长针右侧穿入，左侧穿出，向前挑起长针，然后对应钩织，完成长针正拉针。往后分别挑长针之间的缝隙，钩长针，挑长针的位置，钩长针正拉针。这里长针与长针正拉针交替钩织，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往下钩。最后遇到长针起立针的位置，这里对应钩长针正拉针，将其向前挑起，对应钩织。完成后，大家核对一下针数，加上起立针，这一圈有24针。最后，在起立针的第3个锁针上，挑2根线，拧拔连接，拉紧。第2圈完成。继续钩第3圈，先钩织6针锁针，然后立3针锁针起立，接着折回，挑此时右往左数的第5个锁针位置，注意钩针上的线圈不包含在内。挑这个锁针的位置，靠上的2根线，这里我先指一下位置，也就是这样的2根线，在这里钩一针长针，后面继续挑锁针的2根线，一对应钩长针，
完成后核对一下，加上起立针共有6针。往下跳过下方长针起立针位置以及左侧长针针拉针位置，挑后面长针的针目，钩一针拧拔针，不需要拉紧。这里我将6针锁针，这6针长针以及最后的拧拔针看作一组花样，往下继续钩花样，先钩6针锁针，然后立3针锁针起立，接着从右往左数的第5针开始，调锁针的2根线，一一对应钩长针，完成后，跳过相邻的长针针拉针，调左侧长针位置，钩一针不拉紧拧拔针。此时又完成一组花样，往后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钩花样。花样结尾的拧拔针都不拉紧，并且都是钩在长针的位置上。具体大家也可以参考图纸，继续往下钩织。最后一组花样的不拉紧拧拔针，钩在起立针的位置，也就是之前拧拔穿入的这个洞眼处，对应钩织。此时完成第3圈，由于下一圈起始位置有变动，这里需要进行断线，先钩一针锁针固定，预留一点线头，断线，拉紧，线头暂不处理，往下钩第4圈，在上一圈任意一组花样的顶端，挑起整个起立针进行接线，钩针穿入对应位置，接着拿起线，将线打一个活结，套到钩针上，钩出，稍作调整，注意接头不要漏到正面来，然后立一针锁针起立，这是短针起立针，不算一针，接着挑同一个洞眼位置，钩一针短针，穿入，将线放在钩针上方缠一下，然后绕线将线钩出，钩针上有2个线圈，绕线一次穿过，完成短针。左上方的辫子是其针目，
往下钩织5针锁针过渡。接着挑下一个花样顶端的洞眼，也就是起立针与长针之间的缝隙，钩一针短针，穿入，绕线将线勾出，然后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2个线圈，完成短针，继续钩5针锁针过渡。后面分别挑花样顶端的洞眼，钩短针，短针之间钩织5针锁针过渡，继续往下钩织。钩完最后一个花样上方的洞眼，往下钩织2针锁针，然后挑开始的短针位置钩长针，这里挑第1针短针的针目，注意竖向的小辫子是起立针，跳过，左侧横向的辫子就是针目，在这里钩1针长针。此时完成了首尾连接，形成了1圈，这样第4圈就完成了。接下来钩第5圈，接着之前的线，先立4针锁针起立。这4针算作1针长针，往下挑下方这个锁针大洞，钩织3针长针，先钩第1针，钩针绕2次线，穿入洞眼，绕线将线勾出，钩针上有4个线圈，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，还剩3个线圈，继续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，最后剩余2个线圈，绕线一次穿过，完成长针。右上方的辫子是其针目。我再演示一次长针的钩法，绕2次线，穿入洞眼，绕线勾出，然后绕线依次穿过前2个线圈，重复3次。1次、2次、3次，完成长针，继续在这里钩1针长针。后面挑左侧的锁针洞眼，钩织6针中长针，先钩第1针，绕线，穿入洞眼。此时可以将之前的线头放在钩针上方藏进去，然后绕线将线勾出，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绕线一次穿过，完成中长针。右上方的辫子是其针目。我再演示一次，绕线，穿入，绕线勾出，然后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完成中长针。继续在这里钩4针中长针。
完成后核对一下。之后调左侧动眼，钩织4针长长针。完成后钩1针锁针间隔，同一个动眼继续钩4针长长针。下一个动眼钩织6针中长针。往后按照前2个动眼的针法继续钩织，也就是一个动眼钩4针长长针，1针锁针，4针长长针，一个动眼钩6针中长针。继续往下钩织，具体也可以参考图纸。到了开始的动眼，继续调动眼钩4针长长针。然后在起立针的位置钩短针连接首尾，找到起立针的第4个锁针，调锁针的2根线入针，钩1针短针，完成了连接。此时第5圈完成，下面钩第6圈，接着之前的线，先立3针锁针起立，上做1针长针，然后调下方动眼钩1针长针，后面往左跳过相邻的1针，这里是起立针位置，调后面针法的针目一一对应钩长针，遇到1针锁针的位置，调动眼钩织2针长针，1针锁针，继续在这里钩2针长针，我将锁针动眼钩织的针法看作一个角，往下跳过相邻1针，
从后面一针开始，分别挑针目1对应钩长针。遇到一针锁针的位置，调锁针动眼，钩织一个角，也就是2针长针。1针锁针和2针长针。完成了角，这里2个角之间就是一条边，往下继续钩一条边，这里边都是跳过锁针动眼旁边的1针，从后面1针1对应钩长针。完成后，到了下一个锁针动眼位置，这里需要钩织一个角，同时针数要减少，只需要在锁针动眼里钩1针长针、1针锁针和1针长针。我将这里称为特殊的角，后面边的位置按照之前边的方法对应钩织，往后剩余角的位置按照前面正常角的位置钩织，也就是2针长针、1针锁针和2针长针。往后大家参考前面以及图纸继续钩织。钩完最后一个边，往下到了开始的锁针动眼处，挑动眼钩织2针长针，1针锁针，加上开始的2针，此时补齐了这个角，最后在起立针的第3个锁针上钩引拔针连接，拉紧，第6圈完成。此时一个完整的花片衣就钩织好了。这里大家可以测量一下尺寸，如果尺寸相差较大，建议调整手松紧或更换钩针型号重新钩织。最后处理一下线，先进行断线，然后将线头藏到织物背面。这里针法纹理整齐的这一面是织物的正面，反之则为背面。大家可以多藏几针，其余线头按照同样的方法藏到背面就可以。此时第一个完整花片衣就讲解完了。往下从第2个花片衣开始，需要在最外圈进行边钩边连。这里第2个花片衣前5圈与第1个花片衣完全相同，大家参考前面以及图纸
将前5圈完成。完成后钩织第6圈，这一圈部分区域需要边钩边连，先接着之前的线，立3针锁针起立，同一个位置钩1针长针，往下参考第一个花片1的方法钩织一个边，往下到了脚的位置，这里需要进行连接，先调锁针动眼，钩织2针长针，然后拿起第一个花片1，正面朝上，将特殊的一个角放于正下方，然后与此时右侧这一侧边的2个角和1条边进行连接，先与上方的这个角连接，调角的锁针动眼，钩1针长针，完成后回到下方长针位置，挑长针针目靠前的一根线和左侧的一根线，钩1针引拔针，不需要拉紧。此时完成了连接，继续回到第2个花片1上，调角的动眼，钩2针长针，这样完成了角的钩织，并与第一个花片1的角完成了连接。往下钩织和连接边，开始先进行连接，挑第一个花片1对应1条边的第1针，也就是从锁针动眼数过来的第3针，挑针目钩1针长针，然后回到下方长针的位置，钩1针引拔针，这里引拔针都是挑针目靠前的一根线和左侧的一根线入针钩织，并且这里连接时的引拔针都不需要拉紧。此时相当于完成了1次连接。回到第2个花片1上，跳过角旁边的1针，挑后面针目1对应，钩3针长针，然后再连接1次，找到第一个花片1，上一个连接点旁边的第3针位置，在这一针上进行连接，这里连接都是挑对应位置，钩1针长针，然后再挑下方长针，
钩一针引拔针，完成连接。之后回到第二个花片一上，挑相邻针目1对应钩3针长针，完成后与第一个花片一进行连接，在之前连接位置旁边的第3针上入针，先钩一针长针，再钩一针引拔针，完成了连接。往后按照这样的连接方法继续往下连接边的位置。这里第二个花片一上往下还剩1针，挑针目钩一针长针。此时完成了这个边的钩织与连接。后面到了下一个角的位置，这里连接针法稍有不同，先挑锁针动眼钩2针长针，然后与第一个花片一对应角的位置钩一针中长针，完成后挑下方位置钩一针引拔针，然后继续挑角的动眼钩2针长针，此时完成了这个角的连接与钩织。往后剩余部分不需要连接，按照第一个花片一的方法钩织对应的边和角。注意下一个角的位置，也就是花片平铺时位于正下方的角位置，需要钩织特殊的角，也就是要减少针数，与第一个花片一特殊的角相同并对应，其余的角位置正常钩织。具体大家也可以参考图纸。继续往下钩织剩余部分。补齐开始的角，最后在起立针的第3针上引拔、拉紧、断线。
线头藏到背面即可。此时第二个花片一就完成了，并与第一个花片一连接了2个角和1个边。往下钩织和连接第3个花片一，方法与第2个花片一完全相同。前5圈大家参考之前的方法或者图纸将其完成。第6圈时，先钩织到第1个角的位置前。到了对应位置，往下需要与第2个花片一连接，这里需要连接这一侧的2个角与1条边。连接方法与之前一样，这里我就不详细说明了。先钩织和连接第1个角。完成后，往下钩织和连接边，这里的入针位置可参考前面的连接，也可以参考图纸。对应钩织和连接。完成后，往下钩织和连接下一个角，注意这里连接是钩中长针，对应钩织和连接。完成后剩余不需要连接，大家参考前面以及图纸钩织即可。注意，平铺时朝下的这个角需要钩织特殊的角，也就是按照钩织顺序来，正好是第3个角的位置。继续往下钩织。最后在起地针上拧拔，拉紧，断线。线头藏到背面即可。此时第3个花片一就钩织和连接好了。往后这一圈剩余花片一都是按照前2个花片一的方法钩织和连接。
最后一个花片一不仅要与前一个花片一连接，还需要与第一个花片一连接。这里按照钩织顺序，先与前一个花片一连接这一侧的2个角和一条边，之后下方的2个边和特殊的角不需要连接，对应钩织即可。之后这一侧的2个角与一条边与第一个花片一的这一侧进行连接。连接方法都一样，大家直接参考图纸，将剩余的花片一钩织和连接完成，最终花片形成一圈。此时第1圈花片就讲解完了。